还怎么也没想到，只因与不良少女的一个赌约，他的人生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天，他变成了鬼。男主一直是班里被欺负的小透明，直到不良大姐大看见了这一幕，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到了男主身边，其他人就再也不敢造次。完事他只是随便翻翻男主的书便离开了。可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却使得男主误会了什么。他主动找林濑搭话，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超自然现象的爱好者。林濑也是服了，他不久前谈了个男朋友，长得非常像偶像高仓健，可没想到对方满脑子都是黄色。他也因为不愿意被渣男甩了，也正巧失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看见男主被人欺负，一时兴起帮他爸爸。你这种宅男特有的强迫传教真的很烦人，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没朋友。这点狠狠地戳中了男主痛处，被打击的站在原地呆住了。林濑也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说过头，回头道歉并表示自己虽然不相信外星人什么的，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幽灵。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男主竟然嘲笑鬼这件事，世上根本不可能有鬼吧？他只相信存在外星人。于是两人开始吵了起来，慢慢的争论变成了打赌，双方都想让对方见到真正的外星人和鬼。于是就在当天晚上，林濑来到了男主指定的废弃医院，两人实时电话通讯，而男主那边则是来到了林濑指定的废弃隧道。然而两人万万没想到，他们双方都会在这晚见到真火。先是男主这边，他拎着手电筒走进隧道，这里的气氛非常恐怖，也好在有林濑在电话里陪他说说话。直到走进深处，男主意外发现地上有许多诡异的血脚。おっぱい吸わせてやるからよ。池本しゃぶらせろ。男主反应过来后立马逃跑，他发誓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可林濑在电话却表示千万不能跑，原来他从小被巫女外婆带大，知道绝不能和鬼婆婆赛跑，一旦被鬼婆婆追上就会受到诅咒。电话中传来男主的惨叫，林濑也没想到真的有鬼，立马就打算去隧道救援。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边竟然也遇到了真火。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外星人绑在椅子上。令人意外的是，外星人居然懂得人类语言，他们称自己是赛博星人，族人们都是雄性，一直都是靠复制技术增加个体，绑架人类就是为了研究繁衍技术。此刻，就算林濑反抗也无效，赛博星人拥有的念能力能轻易控制人类脑波。就在危急时刻，林濑的手机铃声响起，而当外星人拿起手机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全身长满毛发的男主居然当场答了外星人的命根子。原来男主不幸被爱吃鸡的幽灵婆婆追上，因此触发了诅咒条件，被对方附了身。男主根本无法控制身体，只能遵循本能袭击视线内的雄性。には許可していません。直ちに出て行きなさい。そうでなければ、バナナをください。6個。早い。年日が定まらない。我々の大切なバナナを、このバナナ泥棒、セルフォスケ食料法。我々は人間と友好関係を結んでるんですから、バナナはください。あげますよ。自分のだったら何でも。ずっと宇宙人に会いたかったんだから。こちとら友達がいないから宇宙人なら友達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小学生の頃から空に向かってずっと UFO 呼んでたんですよ。でも来なかった。いくら呼んでも自分のとこには現れ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だ。人間には暇つぶしにいじめられて、宇宙人には気にも留められない。誰も自分の存在を認めてくれなかった。でも綾瀬さんは、そんな自分をかば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よ。だから彼女に触るな。彼女を傷つける奴は許さない。彼女のためなら、化け物になってなってやる。頑張れオカルトくん。男を見せろ。はい。綾瀬さん、やっぱ無理っぽいです。解决男主之后，赛博星人再次开始对女主的研究。就在被赛博人催眠时，女主想起了曾经的往事。小时候，巫女外婆一直让自己施咒，林濑也一直照做，可朋友们却一直嘲笑她的奇怪行为。林濑一直不理解外婆的用意，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回忆起这件事。只不过外婆的话一直在脑海回荡。頭の先から気を。ありがとう、おばあちゃん。これなら、クセ男。ぶっ飛ばせるわい。何これ UFO が高い。
而男主这边，他还是被鬼婆婆控制意识。好在林濑用念力逼出鬼婆婆，可明明对方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男主身上的诅咒却并未消失。原来鬼婆婆赢下赛跑之后，就夺走了男主的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鬼婆婆受伤，男主身上的诅咒一辈子都无法解除。而林濑之所以能逼出鬼婆婆，也不过是因为这里离隧道太遥远。被害持物を持ってる限り小僧の呪いは解けねえ。返してほしけりゃトンネルに来い。ここはわしには遠すぎる。トンネルなら存分に相手してやるぜ、ケバイババア。誰がケバイババアだ、クソババア。こいつのあそこ帰って。とりあえず脱出しないと死ぬ。しっかりしろこのバカ。逃げるぞ。林濑终于相信世上有外星人了，毕竟他自己被绑架了，而男主也相信对了，毕竟命根子都被鬼拿了。若不是林濑在他的身边，男主随时随地都会再次被诅咒吞没意识。唯一的办法只有打败鬼婆婆。他明白这非常危险，所以男主并不想连累林濑。接下来的事情他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林濑闻言并不想抛下男主不管，主动上前和男主一起前往隧道。自分不器用なんで。綾瀬さん、服着てください。そうでないとまともに喋れません。嘘。なんでドキドキしてんの？違う、たまたま高倉健のセリフを言ったからびっくりしただけ。一旦落ち着け、私。ねえ、そういえば名前なんだっけ？うち名前覚えるの苦手でさ。高倉健です。这是你10月必看的炸裂新番。那个经常被同学霸凌的死宅男主，一次意外走进灵异地点的隧道后，他的人生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男主被色批婆婆附体，成为了超自然能力者，但代价是身体被控制，而且男主的命根子还被他拿走。不过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すげえ、力が溢れてくるぜ。而女主小桃觉醒了超能力，刚好可以帮助男主暂时压制附体的恶灵，但也意味着男主不能离开小桃，否则他就会被高速婆婆吞噬。无奈之下，小桃只好带他回自己家。殊不知男主刚踏入门口的一刻，他的全身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情急之下，小桃使用超能力将男主甩到旁边的田地里。原来是小桃的奶奶在门口设下结界，受到诅咒的男主是进不去的。于是小桃将符咒摘了下来。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两人突然听到门铃声，小桃顿感不妙，因为奶奶曾经说过，我们家有2种门铃，一种是给人用的，另一种是恶灵专用的。而现在的门铃声是小桃从没听过，也就是说门口外面站的就是恶灵。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符咒贴回去。于是两人从后门悄悄溜出去，殊不知他们已经被墙壁围住了，而且现在还不能贴符纸，因为男主还在里面也会被烧死的。然而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恶灵终于现身。但令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庞然大物并不是幽灵，而是外星人。他是来为同伴报仇的。小桃很想用自身的超能力干掉他，不过现在时时刻刻都要抑制男主的诅咒，以至于小桃没办法自如使用超能力。然而就在这时，男主看着还没复原的手，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原来他打算去战斗，让小桃只解放他身体的诅咒，保留对头部的意志。可小桃才刚刚觉醒超能力，他还不够熟练，不清楚究竟能不能成功。然而如今的现状容不得他多想，唯一的出路便是背水一战。すげえ、力が溢れてくるぜ。でもすげえ撃つ。うわ、人格がぶっ壊れた。虽然力量从体内不断向外喷涌，但男主的性格也变了。然而就在两人打情骂俏时，外星人实在看不下去，把男主当蚊子来拍。结果外星人的手指没了，这是男主身体条件反射做出的行动。这就是高速婆婆的力量，速度快到连小桃都看不清。本以为开始绝地反击，却不料男主帅不过2秒半，突然他口吐鲜血，动弹不得。还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小桃使用超能力把他救了出来。原来男主的身体跟不上诅咒的力量，他感觉身体快要4分5裂，毕竟那不是人类能驾驭的速度。然而就在两人束手无策时，小桃看到外星人在做相扑的动作，要是让那家伙双手着地的话，就算我们赢了吧。于是两人决定再来一次。计划是男主瞄准外星人的脚，然后小桃用超能力扳倒他。虽然两人配合得很好，跟计划如出一辙，但外星人不讲武德，不肯认输就算了。趁着小桃毫无防备时，一只强有力的手一猛然将他攫住，然后狠狠扔在墙上，紧接着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直接把小桃刻在墙上。男主想过去支援，但他也自身难保，可以说情况非常不妙。然而就在这时，男主突然变回原样了。原来小桃并没有失去意识，同时他也想到对付外星人的办法了。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外星人的拳头如同陨石般再次轰击，墙壁竟在这一击之下凹陷出一个触目惊心的深坑。眼看小桃还在嘴硬，外星人可不会惯着他，他的拳头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每一拳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本以为小桃就这样死去，却不料他早有计划。この深さならよ。
原来小桃特意激动外星人，让他在墙面砸出个坑，刚好可以容下男主，从而躲开结界的范围。不得不说这招属实高。随着外星人被消灭，屋子也恢复了原样。这一战结束后，男主也换了发型，但别看小桃嬉皮笑脸的样子，其实他早已精疲力尽。随即他直接晕了过去。然而没有了小桃超能力的抑制，不出意外男主要暴走了，还只因不小心晕了过去，结果被他压制的恶灵便迅速夺取了男孩的身体。就在女孩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一根钉子猛地出现并击中了带有圈圈的木块，恶灵便被红色火焰缠绕掉进了河里。而来者正是女孩的奶奶，同时也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灵媒师。面对恶灵的突然偷袭，奶奶却丝毫不慌，因为她早已料到并事先设置好了陷阱，一旦对方出圈就会被火焰焚烧。这就是奶奶的特殊能力，只要在圈内钉上符钉，内部就会形成结界，反之结界则在外面。而现如今困在圈里的恶灵就仿佛是一头待宰的羔羊，仅凭一个棒球棒就能打得他死去活来。恶灵本想用男主的身体来威胁对方，可没曾想奶奶根本不吃这套，管你是恶灵还是人类，只要是欺负他孙女的渣男都得死。等女主醒来时，第一件事便是下楼确认男主的安危。好在从奶奶口中得知对方并没有死，而是被关在了正殿里，只要不出门就不会变成妖怪。于是女主略带自责地跑了过去，都怪当初自己非要打赌才让对方遭遇了这些。本以为他定会被奶奶打得遍体鳞伤，可直到推开门才发现男主这货正淡定地吃着晚饭，这也让他立刻放下心来。但殊不知奶奶却发现了端倪，以为孙女找了个怪物当做男朋友。对此女主当然不会承认，于是便将男主被高速婆婆诅咒的事说了出来，并坦白自己也意外学会了超能力。闻言奶奶也觉得这件事有些棘手，因为高速婆婆被称为100公里婆婆，按理来说实力不算强，但最近她路过隧道时，发现对方已经和地缚灵融为一体，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基本是无敌的存在，就连奶奶本人出手也没胜算，所以便建议孙女放弃救人。可女主又怎么会乖乖听话？她坚信如果是偶像高仓健的话，就一定会出手相救。看到孙女都说到这份上了，奶奶也准备说下自己的想法，因为高速婆婆对自己的速度有着绝对自信，所以她建议两人用比赛的方式挑衅对方，诱使高速婆婆离开地盘，只要失去了地缚灵，对方的实力就会大大削弱。可女主却认为与其和对方赛跑，还不如将咒符贴在隧道里更靠谱。然而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奶奶否了，只因她的结界是借用了本地神明的力量，无法在其他外地使用，所以赛跑便是战胜对方的唯一办法。既然女主不行，那就换男主来跑就好了，只要从现在开始特训，一切都有机会。然而第二天训练才刚开始，男主这边就遇到了麻烦，那就是他已经2天半没有大号了，可没有女主在身边压制诅咒还不行，这样子下去迟早会被憋死。然而奶奶却并不关心这些，她倒是好奇孙女是如何控制诅咒的。女主表示自己能看见周围的气，只要捏住气，男主就会恢复正常，并且除了人类以外，其他物体也有自己的气，只要他想就能按照意愿移动。然而不知为何，只有刚觉醒超能力时，他觉得自己是无敌的，不久之后力量马上就变弱了。闻言奶奶觉得他太依赖视觉了，不妨用其他五官，比如触感来尝试抓住气。女主照做了，但结果却失败了。而这时的男主已经箭在弦上，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男主是绝对不想拉裤兜子的。于是他拼命朝着厕所跑去，而结果就是他必须丢弃掉男人的尊严，让女孩子注视着自己大号。可就在女主和奶奶闲聊时，厕所里却发生了意外，高速婆婆突然出现，且周围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无论女主如何喊叫，奶奶都没有回应。原来高速婆婆的诅咒还有另一种能力，可以透过男主来传播给他人，凡是他看到过的人都能用诅咒杀死。因此他要求两人今晚必须来隧道一趟，否则就用诅咒杀光附近的所有人。说完便礼貌地关上了门。待到高速婆婆消失的瞬间，周围一切才恢复正常。可男主和奶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各个器官都有流血的迹象，甚至门上的咒符都受到了影响。见状，女主赶忙将刚才发生的事告知给了两人，而奶奶则立刻给他们准备了抵御恶灵的衣服。但就在出发途中，女主却打算将衣服换掉。誰がそんなもん着るか。ギャルはおしゃれが戦闘服なの。着たい服着ないとテンション上がんないじゃん。是我见过最饥渴的男主，即使面对如此风韵犹存的婆婆，他也能下得去。而就在刚刚，小桃两人为了能夺回男主的命根子，特地回到曾经的隧道。就在两人打情骂俏时，不料转角遇到爱，两具宛如始祖巨人的头赫然出现。即使小桃利用念力使出攻击，却还是会被他的眼睛吞掉。男主见状，赶忙让小桃解除对自己的控制，可没等他发力，状态就突然消失了，并且小桃也看不见男主身上的火焰了。原来是高速婆婆解除了男主身上的诅咒，她没想到两人竟然会利用这个卡 bug， 只是瞬间，小桃就即将被一口吞下。好在这时她想起奶奶的忠告，只要对高速婆婆发起速度的挑战，那么她就一定会接受。果不其然，高速婆婆当即接下了挑战，内容则是给男主两人10分钟的时间，届时婆婆会来寻找两人。在得到婆婆的同意后，小桃连忙拉着男主逃走了。可不料对方竟耍起了赖，10分钟只用10秒数完，便对婆婆的耍赖男主直接开喷。然而对方根本不听男主叨叨，直言下一个就是男主了。可这时他想起小桃的话，每次都是他保护自己，这次该由他来保护女主了。于是男主直接对着欧派咬了过去，这一幕顿时给婆婆看傻眼了。就算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男主也是死咬着不放。同时他也发现自己的力量冒
貌似用不出来。看到男主身上穿的衣服，他立马想到了对策，再次附身到男主身上。之后他一边撕掉身上的衣服，一边思考怎么吃掉小桃。但这样一来，小桃也能顺利看到男主身上的火焰了，直接让男主恢复了原样，而婆婆也变成了吉祥物。本以为就此结束，可不料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大螃蟹，原来它就是此地的地缚灵。见此情景，两人撒丫子就跑。而为了能快速摆脱追击，男主开启了超自然能力。可没想到螃蟹也紧跟其后，于是又开始了赛跑比赛。但由于身上背着一个人，所以男主并不能用出全部速度。之后男主跑到一旁的澡堂内，想利用地形复杂来甩开对方，但不料澡堂里全是水。要知道螃蟹本来就是生活在水中，这样一来不就彻底解放速度了吗？然而小桃却让他放心，只因这里都是热水。紧接着他动用精神力，让一旁的水管断裂开来，结果就跟猜想的一样，螃蟹被煮熟变得通红。两人见状赶紧离开此地，可对面竟突然出现无数恶灵向他们跑过来。原来是恶灵婆婆向他们下达了抓捕男主的任务。眼看眼下实在没办法，小桃告诉男主，你可以动真格。ももちゃん曲がりきれねえ。伴随着危险的脱离，男主的能力也消失了。很快两人便掉了下去。好在小桃在空中张开翅膀，而男主则是再次变身，利用绞杀当作缓冲。就在两人庆幸摆脱危险时，小桃却发现自己松开了手，也就是说高速婆婆被放了出来。下一秒她就突然出现，将两人踢飞。紧接着身后一堆邪灵大军现身，而为了这次不再出岔子，高速婆婆直接选择和螃蟹合体。本以为会全剧终，可小桃竟没有一丝慌张，唯一要求只是让对方给自己1秒的时间。ババアは昔100キロババアって呼ばれてた。高垣線の最高速度は120キロ。奴はうちらには追いつけない。好家伙，科技改变生活。然而火车并不是一直保持高速移动，所以婆婆很快就跳到了火车上，但她却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神月区。结束后，奶奶表示，其实不想用这么粗鲁的手段解决问题，只因有许多妙龄少女遭人凌辱，分尸后被丢到这条隧道中，她们也不是自愿成为恶灵的。而许多灵媒师发现，高速婆婆出现的地方一定会有许多枉死少女的灵，或许高速婆婆是在到处慰藉那些无法成佛的少女。直到晚上，二人为了争夺蟹腿而大打出手。至于男主心情还没平复，有些郁闷，没有胃口的他刚表示愿意让出自己那份蟹腿，结果就被毫不客气的两人给抢走了。奶奶更是怀疑他这样郁郁寡欢又啰里吧嗦的不像男人，要求看一看他身上是不是带有烧火棍。イカれてんのかあんた！綾瀬さん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イカれてやがるこの家！待ってこれ！最后奶奶还是没能得逞，可男主殊不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检查，才痛失了宝贵的弹药库。